他每分钟必须眨3次眼，坐下时必须翘起小腿，还要时不时地耸动肩膀，这样才更像是人类在呼吸。最后必须戴上美瞳，遮住他那猩红的眼睛。他不能让久违的父亲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人。这位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一次普通的转校，竟让女儿从人类一步步变成了另一种生物。女孩名叫贝拉，由于妈妈跟继父去了外地，她被送到爸爸的镇上读高中。转校的第一天，她出众的外表就引来许多男生的搭讪，但有一个男生特别奇怪。贝拉刚坐到座位上，他就面色凝重地捂住了鼻子。贝拉怀疑地闻了闻自己，可他身上并没有什么异味。但刚一下课，男生就逃也似的离开了教室，这让贝拉感到无比尴尬。同学们告诉他，男生名叫爱德华，是学校里公认的校草，但他性格古怪，平时只跟家族里的人在一起，很少跟其他人接触。可就在几天后，当两人再次见面时，爱德华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变，不仅对贝拉笑脸盈盈，还主动跟他攀谈起来。但贝拉奇怪的是，上次爱德华的眼睛明明是棕色的，现在怎么变成了金黄色？入比赛跟他们较量一番，但就在贝拉转身那一刻，三人中的黄发还是闻到了他诱人的气息。You brought a snack. 一家人立刻把贝拉护在身后，表示这个人类是他们的家人。
一番紧张的对峙后，三人中的黑人表示不想与他们为敌，于是赶忙劝两个同伴离开。但拥有读心术的爱德华已经看透了对面的黄发，这人是个穷凶极恶的猎手，只要盯上了猎物就不会放手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先一步将其反杀。于是爱丽丝和男友带贝拉离开小镇，其他人则穿着贝拉的衣服往反方向引开猎手。但没多久，猎手却意识到自己中计，停止了追踪。这时爱丽丝突然预见到猎手会去往一个满是镜子的房间，贝拉一眼认出这是她小时候的芭蕾舞教室。就在他们等待跟爱德华会合时，贝拉却突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而电话里传来的却是猎手的声音。他说妈妈在他的手上，想让他活命就独自来芭蕾舞教室。于是贝拉甩开爱丽丝两人，义无反顾地去往教室。可当他赶到时，才发现自己被骗了。妈妈的声音是从录像里传出来的，但这时猎手已经出现，并一把将贝拉甩在了地上。他拿出摄像机，像玩弄猎物一样折断了贝拉一条腿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爱德华及时赶到。虽然他速度快人一等，但由于常年吃素，力量却不及猎手，很快就落得下风。猎手挑衅地看着爱德华，然后一口咬在了贝拉的手臂上。爱德华瞬间暴怒，飞身给了猎手重重一击。这时其他人也相继赶到，他们立刻将猎手制服了，随后燃起火堆，将其就地焚烧。现在最糟糕的是，贝拉正受到吸血鬼毒液的侵蚀，痛苦地挣扎着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也会转变成吸血鬼。爱德华犹豫片刻，决定把毒液吸出来。可吸血鬼一旦尝到人类的血，再想抑制自己的欲望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随着身体里的血液被吸走，贝拉逐渐失去了意识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自己已经躺在医院。爱德华最终还是克制了吸血鬼的欲望，成功救下了贝拉。但贝拉却有些不解，爱德华为什么不让他也变成吸血鬼？那样他们不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吗？而爱德华却说，他不想贝拉也变成没有灵魂的怪物。然而到了贝拉18岁生日这天，他拆礼物时不小心划破了手指。爱丽丝的爱人贾斯伯见到鲜血后突然暴走，仿佛要将贝拉吃掉。爱德华下意识将贝拉推开，一家人也赶忙将贾斯伯拦了下来。但这时贝拉的手臂上被撞出了新的伤口，大量的鲜血让一家人都有了吸血的冲动。好在爱德华的爸爸经受过训练，立刻上前带贝拉去包扎伤口，这才遏制了这场意外。虽然此刻的爱德华无比自责，但贝拉却不责怪任何人，甚至希望他能把自己也转换成吸血鬼，那样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。可贝拉越是这样想，爱德华就越开始怀疑，跟贝拉在一起不仅会改变他的人生，甚至可能会害了他。纠结了数日之后，爱德华还是决定跟贝拉分手。他很抱歉给贝拉带来了伤害，并保证自己跟家人再也不会出现。尽管贝拉极力挽留，但爱德华还是彻底消失了。从这天起，贝拉仿佛被抽空了一样，每天都会在失去爱德华的噩梦中惊醒。直到这天，贝拉在一条小巷看到几个飞车党，想起当初自己被混混骚扰时，是爱德华出现保护了自己。贝拉尝试走向那群混混，眼前竟浮现出爱德华的影子，还让贝拉退回去别做傻事。极度的思念让贝拉产生了幻觉，她被吓了一跳，但转念一想，仿佛又看到了某种希望。于是她找来一堆废弃摩托，然后找到发小雅各布，请他帮忙修理。也许尝试这种危险的爱好，就可以经常看到爱德华了。但贝拉不知道的是，雅各布从小就暗恋着她。朝夕相处之下，贝拉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，而雅各布对贝拉的感情也迅速升温。这天两人看完电影，雅各布终于向贝拉表白，但贝拉却很直接地拒绝了。他坦言一直把雅各布当好朋友，而且自己爱的始终是爱德华。最后雅各布一脸落寞，黯然地离开了。而自从这天之后，贝拉就再也没联系到雅各布。他独自来到山上的一片树林，这里曾是他跟爱德华约会的地方。可就在他陷入回忆的时候，眼前却突然出现一个黑人，此人正是那个黄发猎手的同伴。如今爱德华一家已经搬走，他要杀掉贝拉为黄发报仇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树丛里竟然钻出一群巨狼，他们面目凶狠，体型巨大，做起来比人还高。黑人吸血鬼见此情形，立刻转身逃跑，而这些巨狼则迅速紧追其后。贝拉惊慌失措地跑下山，但又开始担心山上的雅各布。他几经周折来到雅各布家，却看到他正满身疲惫地躺在床上。这时几个地痞模样的人在远处叫喊，贝拉以为是他们山
就在他们要被人群淹没时，狼人冲了出来。爱德华家族与狼人并肩作战，配合默契，很快就占据了上风。但此时山上的爱德华却顿感不妙。由于维多利亚发现爱德华并没有参战，所以一定是在贴身保护贝拉。那么只要发现了爱德华的气息，也就知道了贝拉深藏何处。很快，维多利亚和手下雷利就找到了他们。此时，隐藏在山后的狼人趁他们不注意扑了上来，瞬间就咬掉了雷利的一只手臂。见此情形，维多利亚准备逃走，但爱德华却喊住了他。如果这次再让他逃跑，那贝拉以后就还会有危险。他利用维多利亚男友的死，成功将对方激怒。维多利亚怒吼着要杀了贝拉，但却被爱德华一把扑倒。这时雷利趁狼人分神，一脚将他击倒在地，随后便加入到维多利亚的战斗中。眼看爱德华就要被两人控制，贝拉急中生智划破了手臂，血液的味道吸引了两人的注意。这时缓过来的狼人扑上来一把解决了雷利，爱德华也看准时机果断反击。就这样，这个长此以来的隐患终于解决。而在击杀最后一个吸血鬼时，雅各布却为了救同伴不幸受伤。下山后，贝拉立刻赶来探望雅各布，而此时的雅各布却已经想通，即便自己不能和贝拉在一起，他还是会一直守护着她。当一切都回归正常，贝拉也做好了成为吸血鬼的准备。而此时，爱德华却说出了一个前提条件。Marry me, Bella. 不久后，贝拉终于迎来的人生中最隆重的一天。这是一个特殊的婚礼，除了贝拉，其他人类都不知道，新郎和他的家族其实都是吸血鬼。爱德华从岳父手中接过贝拉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两人相互宣誓，终于结为夫妻。亲朋好友纷纷送上祝福。这时，爱德华告诉贝拉，还有一份特别的礼物。来到别墅后面，在这里等待的是许久未见的雅各布，因为同样深爱贝拉，他用独特的方式送来祝福，也为自己对贝拉的感情画上了句号。婚礼结束后，在众人的送别中，爱德华带着贝拉开始了他们的蜜月之行。然而，就是这次蜜月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。他们来到里约的一座小岛，这是爱德华的爸爸送给他们的新婚礼物。在这晚，他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夫妻。但爱德华毕竟是吸血鬼，昨晚的动静稍微大了些。当请来的管家上岛收拾房间时，见到的房子却像是拆过一样。就这样，两人在岛上过起了浪漫自在的蜜月生活。然而就在一个清晨，贝拉突然感觉身体不适，开始不自觉的呕吐，小腹也微微隆起。爱德华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立刻给身为医生的爸爸卡莱尔打去电话。但吸血鬼家族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卡莱尔让他们尽快赶回来。可就在这时，贝拉竟然感觉有东西在肚子里动了一下，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怀孕了。而此时的管家也看出了端倪，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古老的种族，早就看穿了爱德华的身份。但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人类怀上吸血鬼的孩子，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女人摸了摸贝拉的肚子，爱德华只好立刻带贝拉赶回家，而为了不让贝拉的父亲担心，他们只说贝拉生病了，暂时不能见面。但雅各布意识到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，于是立刻赶到了爱德华家。没想到仅仅过去1个月，曾经心爱的贝拉就已经变得如此憔悴。雅各布既心疼又愤怒，他让身为医生的卡莱尔想办法，可超声波和针都无法刺穿胚脑，他们甚至不能确定贝拉的肚子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她的生长速度很快，正在极力的吸取贝拉的营养。雅各布提议把孩子取出来，再这样下去贝拉会被害死。但身为母亲的贝拉坚信肚子里只